老子变成渣男是因为谁啊？因为哪怕某一年某一天，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。你是铁了心的要分手是吧？是。追我的人很多，我觉得年轻就是要多谈几场恋爱，才能筛选出最合适结婚的那个人。我还这么年轻，我在你这儿已经够了，我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不相信你是这么想的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林淼淼，我懂了。越藏进暮色，整整2年，心事没说。你耍了我整整2年。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你林淼淼就是一个自私自利、爱慕虚荣的女人。像风是周围漂泊，我只愿随你去。陈总的形象照怎么还是去年的？李秘书，您给过来的就是这张照片。今年的形象照不是已经拍了吗？你们怎么做事的？对不起，李秘书。我一再强调，这么重要的细节，可是庆典就要开始了。不用换了，就用这张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早。你觉得我事事都要跟你汇报？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么久没见，道歉的本事倒是长进不少。这样吧，你就将功补过，去找个安静的餐厅。明晚我要带我的未婚妻和我妈见面。好。等会儿。什么？送你个礼物。谢谢小陈总，下次别送了。有男朋友了？喂，陈董。对，我见到他了。明白。那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加油，林淼淼。没关系的，这种事情我已经干过很多次了。我只是来执行陈董布置的任务的。今天我依旧是一个机器人。不要有恻隐之心，不要有恻隐之心。苏小姐，现在外面关于你跟小陈总的八卦铺天盖地，陈董想知道你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当然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步入婚姻以后，陈董呢，希望你能够做全职太太。全职太太？姐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知道苏小姐是公众人物，想要让你轻易隐退很困难。女性要经济独立，事业爱情双丰收当然是最好的。可是陈董也是白手起家，一路打拼才有了敏锐的今天。要是儿媳妇在娱乐圈这种大染缸里，肯定少不了闲言碎语。你们要是谈恋爱，谈多久真情假意，逢场作戏，他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但要是想结婚，鱼和熊掌必然是不能兼得的。在事业上，我觉得嫁入豪门本来就是画地为牢，连这点牺牲都做不了的话，还怎么伺候好未来婆婆呢？林秘书，我当然会伺候好我未来婆婆。我只是想善意的提醒你，岑思远可不是什么言情小说的男主角，他换女人的速度堪比换衣服，这个你应该有所耳闻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对他动真感情，因为你绝对不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女人。谁说的？你不是……不要以为是我妈身边的红人就可以欺负佩佩。思远，林秘书刚刚没有在为难我，我们只是在讨论而已。没为难，你是没见他杀人不见血的时候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看他刚才说的是人话吗？我知道这是伯母的测试，我怎么会跟考官过不去呢？反正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林淼淼，我看你是走狗做惯了，三观都碎了吧？仗着我妈给你撑腰，就来羞辱我的女朋友。苏小姐，我今天就先不打扰你了，我的话你好好想想，等你的答复。不去送送啊？你干嘛？你抓疼我了！这种事干几回了？我听你妈的！你还真是彻底成了我妈的狗腿子。我是岑董的秘书，自然是要为他鞍前马后了。不过如果你愿意付我双倍工资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为你摇旗呐喊。毕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升职加薪了。你就不会独立思考？我妈指哪儿你打哪儿，你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吗？别人的看法重要吗？能兑换五险一金吗？我妈让你犯罪你也去？小岑总，您还是多去关心关心苏小姐的心情吧，万一她只是假装坚强呢？你要是太闲了，就真去找个男人，别光想着破坏别人感情。毕竟我这个人吧，身边缺不了女人。你要是把她弄走了，谁来顶这个空啊？况且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趁年轻就要多谈谈恋爱，为结婚筛出最佳人选，是吧？还给你。我的儿媳妇啊，最重要的是要能降得住我儿子，而不是整天闹出点花边新闻，把米瑞架在火上烤。所以，你好好帮他把关。是。哎，林淼淼是你秘书，不是什么婚姻顾问，
我就谈个恋爱，能不能不要像查犯人一样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外头现在舆论满天飞，说你们一个花心浪荡，一个借机上位，现在已经影响到米瑞的形象了。我还不能过问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看到的新闻稿都说我俩天造地设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刚从国外回来就开始跟我对着干是吗？不是我跟您对着干，是你们看看你们做的什么事儿，一个当哮天犬到处乱咬，一个当王母娘娘爱管闲事儿。什么哮天犬？什么王母娘娘？你跟我说清楚！你干涉我自由的婚姻，难道不是王母娘娘吗？你还要把她娶回家是吗？我不能娶吗？我想娶就娶。你是想气死我是吗？你这么好心，关心老板的身体，这是员工应尽的义务，好吧？再说了，你是因为我任务没有完成才被打，我怕折寿。早就消了还服啊？而且我跟我妈杠，是因为佩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果然不一般，值得你这样。既然是我员工，就不要对老板的私生活评头论足。是我食言了。你这么晚还不回家？岑董让我这两天住在这儿的。你这狗腿子做得越来越称职了啊！你呢？这么大好的时光不去陪苏小姐，留她自己独守空房。比起陪她，看你的笑话更能吸引我。我有什么笑话可看的？我看你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原本以为你是棒打鸳鸯的任务完不成，以我妈的脾气，肯定是要凶你一顿的。岑董现在好像没那么冲了，好像更有包容性了。你在搞笑吗？你拍马屁是不是得选他人在现场啊？你笑什么？你也不用一边说拍马屁，一边摸自己的脸吧。谢谢。林小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手术费我已经帮你交了，剩下的维护费、医药费都由我来承担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离开思远。这是岑思远的意思吗？他没必要知道这件事儿。你是在逼我？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母？你也别怪阿姨残忍。如果我没有给你提供这个医药费，你的父母已经不齐全了。我的儿子啊，我比谁都了解，他最后不会跟你走在一起的。我们两家，你们家呢，房子挂了1个月都没有卖出去，又不甘心少卖钱，又等钱救命。而我们家呢，是房地产起家，救人一命是举手之劳。
你觉得你们两个就这么在一起，现实吗？所以你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知道你学习成绩优异，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跟着我好好干，离开思远，10年。10年之后，如果他还没娶，你还没嫁，我不干涉你们。10年，多一天不多，少一天不少。我这个人呢，注重承诺，但也不强人所难。你自己想清楚了，可以来找我。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咱们俩已经结束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行吗？陈总最近身体不好，忘记了也是正常的，我还是等时间快到了再跟他提吧。想念太曲折，被又向往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，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月温像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不肯离去，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之所及，我只愿随你去。余温像海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。我聘你兼职，你呢就帮我出谋划策，专门讨佩佩欢心，让她离不开我。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之所及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林秘书，干什么？着急上班呢，有什么事到公司再说。吃了早饭再走。我缺勤了，你负责啊？我负责。你吃这个。你说佩佩要是知道我起个大早精心给她做了这顿早餐，会不会很感动？什么精心早餐？这不就外卖吗？可能吧，他可能会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然后拍张照片发个微博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有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。谁叫我这么爱他呢？为心爱的人做早餐，我乐此不疲。哎，多亏了你昨晚的建议，让我实际行动。这样吧，结婚的时候你做主桌。今天你不用去上班了，我跟我妈说过了，待会儿陪我去片场探班，给佩佩惊喜。快吃啊，15分钟后出发。
不喝我喝。给佩佩买的牛奶就是好喝。聊什么呢？我跟苗苗姐讨教一下怎么谈恋爱。我这母胎 solo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脱单啊。那你得多讨教。林秘书经验丰富着呢。谁说的？苗苗姐刚说了，人家都好久没谈恋爱了。你骗鬼呢？真的，就一个。他啊，就是被当初那个渣男初恋给伤得太深了，导致现在都不相信爱情了。可别让我看见那个渣男。不是追你的人都数不过来吗？没挑着合适的。钱总，员工的私生活就不用关心了吧？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。每一帧。稍等啊，岑总，我快收拾完了，马上送你回去。林秘书送我。啊？送我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。想啥呢？快去吧。我接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去副驾，我来开。回忆如月色，拿着我家的工资却不听话。是老板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指挥别人吗？有心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一杯咖啡，你推荐一下。美式，拿铁，什么都有。你想喝什么？拿铁。稍等。你在这工作多久了？我实习。咱俩一个学校。我家也是卖咖啡的。真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等毕业，你来我家工作。别闹了，岑思远。我来开吧。
你不开心啊？是不是刚才让你去跟佩佩道歉，你生气了？当牛马就得有当牛马的自觉。你刚不是说了吗？你是我老板，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，哪敢有情绪？好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，前面地铁口把我放下来。就当是筹码吧。什么筹码？我送你回家，你呢就在我妈面前多说说好话，让她考虑考虑接受佩佩。这几天你真的够了，你们俩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自己说清楚啊？停车！停车！我妈那么喜欢你，你帮忙说2句又不会掉肉。苏小姐想让岑董认可很简单，只要她能同意做全职太太，岑董自然就接受了。你那么聪明，看不出来这是我妈的迂回政策吗？目的很简单，让她知难而退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助纣为虐？不然呢？其实你多了解了解佩佩，就知道她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说不定你俩以后还能成为朋友。岑总，这不是我的义务吧？还有，你以后做事的时候能不能考虑的周全一点儿？不要把我牵扯到你们之间来，我不想被他误会。误会说明他喜欢我呀，我俩朋友一场，你不应该为我而感到高兴吗？第一，咱们俩现在算不上是朋友，用你所谓的上下级描述更加准确。第二，我不想被牵扯进来，是因为我怕他钻牛角尖。到时候如果他问出什么我跟林淼淼你选谁的这种问题，我可背不了这个锅。我选你。毕竟我妈不能没有你，我也不能没有我妈，听懂了吗？您是24孝子，整个米瑞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送我去岑董那儿。去你家。我家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陈思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不欢迎我？难道家里面藏了什么野男人？是又怎么样？反正也比不上你的状况百出。看来有情况。来都来了，跟后辈们打个招呼。我生气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你生日。开门吧。哪有人空着手给人过生日的？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谢谢。你还真是个工作狂魔呀，家里都跟米瑞博物馆似的。这不古董吗？我那只呢？早就扔了。我喝过的。行，看把你紧张的。
真藏人了？藏人藏冰箱里啊？我找能喝的水。找吧。许的什么愿啊？是早点找到男朋友，还是一夜暴富啊？成年人不做选择，当然是两个都要了。你不也希望我早点脱单吗？免得我太闲了，去破坏你跟苏小姐的感情。你不会还惦记着我吧？岑思远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恋。我虽然说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但是我也记得是我提的分手。一句玩笑话，还较真儿起来了。待会儿搞个游戏吧。好啊，真心话，我先问。问。岑思远，这10年来，你睡过多少个女人？这问题太私人了，不可以发。一只手够吗？数不过来。两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吧？2只手还不够啊？那再加上你的手，3只手够吗？你喝多了。3只手，你喝多了。3只手也不够，那我数少了。我那些名声，你不都听过吗？你就不想问问我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多少个男人睡过？不想知道吗？不是玩真心话吗？你怎么不问了？你问我呀，你问我呀，你问我，我可以回答。你问我可以说话，淼淼，你快问我呀！你喝多了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你喝多了。停留。没有，我信以为真，我没有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我说你喝多了。你问我呀。曾经你说那段风大云朵到了，当你笑着，爱你像是配合主演的临时角色，清醒的入戏了，却忘我了。你好像也察觉了什么，不动声色，偷偷用心配合。爱你像遥远的风吹过每个角落，简单的绝对的，就算只是过客又如何？那又值不值得？曾给过你快乐，不就足够了？
难道昨晚是梦吗？岑思远，给你买了早餐，快去洗漱过来吃。不是你昨天晚上没走？昨天我也喝酒了，开不了车，就只能勉为其难的在你家客厅将就一晚了。那你不能叫个代驾吗？林淼淼，你真是又当狗腿子又当白眼狼啊！你跟着我妈在我家住了多少晚了？我在你家打个地铺都不行。你什么你？看看都几点了，耽误今天德曼的竞标会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等会儿，今天你开车啊，别穿高跟鞋。穿高跟鞋不会显得正式一点吗？你什么身份？跟着我以舒服为主。你家的 case 就是长期星送的吧？我自己买的。这么巧，一样的牌子。你怀疑我对米瑞不忠诚？这是忠诚的事儿吗？常启星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知道？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看样子你很懂他。什么语气？我懂谁呀？我也是，反正送咖啡机这些伎俩，对你应该没什么用。说的好像你很懂我似的。不是我懂你，是你自己昨天晚上喝嗨了，把我当树洞，什么都说。我说什么了？这得好好想想，说太多了。啊，你说岑思远，对不起，不小心把你的咖啡杯弄丢了。有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你还说岑思远王八蛋，岑思远混蛋，岑思远什么什么的。对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这么说。我还说什么了？你还说，你还说了一些，喂，陈董，我已经安排公关部去做了，1个小时之内就会有平息舆论、安抚消费者的紧急公关文案出来。好，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干嘛？你疯了？这是陈董的电话。你就不想知道昨天晚上到底说什么？我不想知道，醉话、梦话能有什么真假？我自己都不记得的话。我不像你，你有时间找女人疗愈，我可跟你不一样。姐，喝杯咖啡吧。咋样啊？想到招了吗？我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啊！你疯了！你要去找常启星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看你说的，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deadline 提前了，半天之内，我要看到结果。可以。哎呀，林小姐，常总，
今天是有备而来啊。我这给岑董做了10年的牛马，眼下敏锐出了这档子事儿，我多方打探打探总是没错的。万一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常总不会嫌我攀高枝吧？说的这么轻松，那我得测一测。毕竟弃暗投明的话，我是夹道欢迎的。但如果是暗度陈仓，那可不行。我就算有这个心，咱们也得约法3章，先聊聊筹码，是吧？对，来吧，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米瑞的半壁江山，铁打的大小姐林淼淼。原来常总说的贵客是林秘书啊，这名声在外，人呢倒是头一回见啊。久仰久仰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来晚了，希望没有扫大家的兴。哎，怎么会？咱们这个饭局你看看，就是阳气太重了，就缺这个美女啊，这阴阳平衡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来小周你坐这儿，妹妹你过来。还没到吗，小岑总？淼淼，酒桌上谈生意有酒桌上的规矩。正好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，你跟我在这喝一杯交杯酒，这事儿马上翻篇，合同你拿回去。对米瑞不好的影响，我来解决，怎么样？常总，您这要求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不过就是喝个交杯酒，这杯酒泯恩仇，值得啊，林秘书，是笔好买卖啊，划算。林秘书，你不会仗着自己长得漂亮，就可以在酒桌上浑水摸鱼吧？常总，您真是太给我脸了。喝。哦，米瑞大小姐，我一样总裁，真是天造地设啊！这杯酒喝了，这个媒我就顺水推舟给做了啊！干什么呢？岑总真是太没有礼貌了，你坏了我跟淼淼的好事。常总，别忘了咱们刚刚的约定。淼淼，我酒喝完了，你一口都没有动哦。干嘛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怎么了？不就喝个交杯酒吗？常有的事儿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今天喝，我以前也喝，不就图个乐子吗？喝完他们就忘了。你觉得他们会忘吗？那个，我先走了，岑总。你觉得他们会忘？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？我一直都是这样。我一直都是这样。不然你以为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忘不掉的风，你说那晚风那云朵都入侵你的身心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。你为一个项目，你下贱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止今天跟人喝交杯酒。我以前还碰到过咸猪手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怎么了？看不起我了？
敏锐的今天，你这个阔手阔脚的富少的生活，都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交易叠加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忘不掉的痛，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去公司吧，给你看个东西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。我就说这个咖啡店也有问题，这视频角度这么刁钻，你从哪挖到的？你这么往前冲，我怎么着也得出点力吧。但是只有这个证据也不够啊，万一那个人他就是不肯承认是被长启星收买的，咱们也没准。那你看看这个，这不是麦基 team 的公关方案吗？那有他们肯定没问题了呀，他们的方案很厉害的。你还跟他们认识啊？看来你也没有很了解我呀。麦基是我另一个公司。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，你不是想瞒着岑董吗？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在你心里，我可是个利欲熏心的女人，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，要不是夜晚总在黑暗中出没，终于卖我卸下这脆弱，看大海星辰的放纵。你不会。要不是别那么自信。要不是证据找到了，我下班了。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突然卖我，你不会。今天你开车啊，别穿高跟鞋。穿高跟鞋不会显得正式一点吗？跟着我以舒服为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你生日。到时候如果他问出什么我跟林淼淼你选谁的这种问题，我可背不了这个锅。我选你。这10年来，你睡过多少个女人？我那些名声，你不都听过吗？不是玩真心话吗？你怎么不问了？你问我呀，你问我呀，你问我，我可以回答。你问我可以说，你快问我呀！你喝多了。就不会感觉到光的热在指尖的轻落。想什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谢谢啊。以后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米瑞就算是天塌下来了，也有别人顶着，压不着你。如果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找我商量。谢谢，小岑总，我不需要，谢谢。
你需要。送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苏佩佩呢？愣着干嘛？快点走！陈总换车换的可真快。接着，送你的。陈思远，别把你在外面追女生的手段用在我身上，不吃这一套。给你买车是为了让你接送我跟佩佩。陈思远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的把我当成你俩的丫鬟？没错，你要有任何想法，可以随时告诉我。看来你没有，那就当好你的丫鬟，做好你分内的事情，才对得住你的五险一金。这就像从大风大浪里过来，虽然很累，很苦，但是回味还是有余干的。跟着我好好干，离开思远10年。嘿，学长，淼淼，还真是你啊，林淼淼！太巧了，好久没见啊，变得更漂亮了。我刚在那边远远的看着你，小小的、瘦瘦的，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像个小孩。你胡说呢，这么多年了还像小孩，那不见鬼了。雨下这么大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哦，我们公司今天要过来开个会。别骗我了啊！你明明就是躲在这儿一个人伤心，是不是男朋友欺负你了？陈总，虽然不可能直接收拾他，至少可以出谋划策，是不是？邓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好。没有，我没有伤心，我还单身呢。你们俩？哦，这是我老板，米瑞咖啡的执行董事岑思远。是林小姐从毕业到现在整整10年的老板。哎，米瑞，淼淼，没想到我们在工作上还能有交集啊！我是德曼招商部的，米瑞这条线由我来负责。那也太巧了。今天我来米瑞是来签订合同的。我说呢，我早上一出家门，我们家门口好多只喜鹊在叽叽喳喳的，原来这事儿是我他乡遇故知了。这下雨天哪来的喜鹊？走了。我忘了打伞，淼淼。来喝咖啡。谢谢。岑总还真是平易近人啊，对待下属也这么贴心，在米瑞上班真是有福了。这些都是相互的，林秘书平时对我也无微不至，是吧？学长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德曼招商部的经理，这说话声音还这么有磁性。哎，你看这喉结也突出啊，男人味十足啊！多少小姑娘对你肯定梦寐以求吧？那哪能比得上你啊？不如你的实锤花边热色。手机壳不错，汪汪队。我这是童心未泯，虽然我长得比较成熟，
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个孩子。这么大一只孩子，络腮胡子都没刮干净，倒也新鲜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岑总是早熟，毕竟看上去挺年轻的，情感履历实在是丰富。跟对的人走到一起，多历练历练也是有必要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米瑞。OK， 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邓总，合作愉快。德曼的标是淼淼通过努力拿下的，合同也是他代表米瑞和德曼签的，我不应该和他握手吗？在米瑞，我比他的级别高。那是我的荣幸。米瑞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卷的。我很期待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，岑思远？什么意思？今天这么严肃重要的场合，那么多双眼睛一直盯着你，那么用力握他的手干什么？就算你有个人情绪，你就不能为了米瑞忍一下吗？他看你那眼神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？我需要忍。我单身，学长也单身。就算他真对我有什么意思，那又怎么了？我难道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？我这是在给你把关。你有什么资格帮我把关？你不是已经跟苏小姐谈婚论嫁、展望未来了吗？还管10年前的前任干什么？还是说你喜新厌旧，苏小姐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？你要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最好自己想清楚，然后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。又不是夜晚。送我回家。你的心里不再有我，从幸福到落寞，预想不到的结果。你先下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，想不通对错。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？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无耻吗，岑思远？你要是心里有别人，就别到处招惹人。对不起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，是我太傻，是我太天真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啊？没有，你挺好的。你不要跟我发什么好人卡。要是没有他的话，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变？这和淼淼无关。怎么就和他没关系了？
最近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，事后还总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装给谁看呢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汉字表，表面客客气气，坚守妇道，实际上表出天际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，自己做的事还怕别人说啊？你敢不敢承认你自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？我怎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？在思远和岑总面前，你装的大度有礼，背地里让我知难而退的时候趾高气扬、咄咄逼人。你敢说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？试试。你和常几星纠缠不清，现在又想和思远藕断丝连，还借助我们的感情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汉字表和白莲花无缝切换。发疯之前先过下脑子。我要是想整你，岑思远早就是你前男友了。你装什么好人？要不是你把他迷得五迷三道，思远怎么会无端端的跟我分手？都是你。别闹了，放手！能不能别闹了？放开我！你为了他，岑思远，分手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我们2个人的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同意。听明白了吗？我不同意。你都不知道有多狗血。我长这么大，头一次被人扇巴掌，而且巨响，你知道吗？那整个停车场都一直在回荡着那个声音。谁打你啊？苏贝贝。是我先动手的。那你在这，不是你俩在哪儿打的？啥情况？因为啥呀？你因为陈总跟苏菲菲打起来了，烦死了。那这也是好事啊，对吧？那最起码能证明小陈总心里向着你啊。什么呀你？哎，我就说嘛，他终于憋不住了。他之前故意跟那个苏佩佩就什么你侬我侬的，又让你给他应援，给他当司机，又投资的，那不就是为了故意刺激你吗？对吧？就打蛇打7寸啊。2年前我还没有发现，但是吧，这次肯定没错。他对你瞎说，你别八卦了啊！你帮我想想怎么办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之前你跟我说你那渣男初恋是不是就小陈总？是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天哪，淼淼姐，喝酒喝酒，真不是。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发现，你俩。那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活该。你这次听我的，你别搭理他，晾着他，听到没？什么呀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说什么呢？哎，那你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俩那不就是2个哑巴吗？我俩人心眼子那么多，怎么愣是凑不出一张嘴啊？你也不说，他也不说，那不就被苏佩佩抢先了吗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不承认什么呀？岑夫人，这么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你家岑总呢？放心让你来这种地方吗？哼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米瑞岑总的夫人。岑总的女朋友不是那个女明星苏佩佩吗？这位没见过啊。女明星怎么了？你不懂男人，什么是男人？
喜新厌旧是他们的特征。只要是一个男人，一定会出轨的。啊，不会吧？淼淼，如果你连岑总不要你，记得跟我说，我要你。他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。喂，喂，岑思远，林小姐，你老婆现在在我手上。什么老婆？我给你10分钟，赶紧来2姨，不然我就跟她求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岑总，怎么回事？快走！常景星让人给打了，苗姐以为他死了，就过去看热闹，结果常景星抓着他说是苗姐喊人打的。死了就死了，瞎凑什么热闹？陈总来了。常总这又是得罪谁了呀？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今天出现的太巧合了，我不得不怀疑是他找人打的我。不是我找人打的你。所以你把我叫过来是为什么？岑总，咱俩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了解我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承认她是你老婆，我就看你的面子，不追究了。怎么样？是我喊人打的你。你说的是。好，于洋，报警。好嘞，他打的，把他抓起来。常总，淼淼哪有胆子打你啊？他这么说是故意气我。他要是进去了，我妈非得活撕了我不成？那你承认她是你老婆了？哎，我这儿呢。哎，说话是吧？是。我认定她就是我的老婆。好，非常好。那这位是谁啊？不说话了，回答不上来了。哎，你认定了她是你老婆，那苏小姐是你的什么？情妇、小三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种事情就不劳常总。不难断，很简单。这位是于洋，这是于洋女朋友。简单吧？你看啊，大家都讲道理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新闻满天飞，你就告诉我们，苏小姐是你的什么？前任。前任，女朋友就是女朋友，情妇就是情妇，小三就是小三，前任是什么东西啊？岑太太，你家教不严，他背着你找小三儿。岑思远，你混蛋！哦哦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既然你是岑总的老婆，我相信你，不是你打的，走吧。哎呀，我受到惊吓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哎呦哎呀！哎呀！你做事能不能过脑子？人又不是我打的，我怎么了？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吗？还给我装！医院走廊里你吼什么？再说了，今天是我求你来的吗？算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本来就是啊。好，现在我又成了抢别人男朋友的 bitch 了，你满意了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？狗东西！
是，我是狗东西。好了，别扯了，去找人吧。我已经跟他说分手了，现在去吧。渣男。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。老子变成渣男是因为谁啊？因为你说那的风大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。不行，我有些啊。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我认定她就是我的老婆。你做事能不能过脑子？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？有那么好看吗？好看。怎么像小孩一样？不服气你换个人追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。这什么品种啊？这个叫蓝闪蝶，它的翅膀在阳光底下会折射出特别好看的光芒，就像宝石一样。这个呢？你要不要再近一点？雨会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接风悄悄。我这不是想多跟你学点知识吗？这样可以变得和你一样有文化。你还挺上进。这个好看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以后把它印到咖啡杯上。多幼稚啊！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。林淼淼，10年之约还没到期，你不可以越界。我现在适合表白吗？是不是经常想起他？是不是每天都能见面？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在等他的微信？是。他是不是每天主动给我发微信？
是不是总能看见他笑？不是，是不是心里只有他一个人？你真的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吗？